点上我念赢了，同学们啊，你们应该奖赏了获得。严明富他看见这个会场上的这个情绪开始激烈起来了，他就必须要表态了。他说：“首先，我感谢这么多同学来统战部，不管交换意见的结果怎么样，我们都应当记住今天的善意的气氛。第二，如果来得及，我今晚就向中央汇报。第三，推翻426社论有难度，希望给一段时间，让更多的实践给所有的参与者认识学运的性质。像那位女同学，她指的是王超华，像那位女同学讲的是很难达成什么协议的。我希望同学们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结束绝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学运是正确的。事态的结果我们恐怕都很难控制。我向表现出大无畏气概的绝食团的同学们呼吁，对赵紫阳同志的讲话，指的是赵紫阳5月4号那个讲话，做出冷静、公正、积极的反应。第四，我认为没有什么根据在这个层次分出改革派和保守派。听说现在有不少人带毛主席像章，党内也听说有些人不赞成10年来的路线。但是自从我进入中央以后，我认为没有根据认为中央分成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开放社会，我们所有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都会有所改变。我希望不至于造成全面的倒退。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个人认为，某些领导人和同学们选出的代表单独对话，我是赞成的。客观、公正、公开报道对话也不是什么苛求，但我作为跑龙套的，不能超出音乐的节拍。另一方面，我也会尽力反映意见，促进我认为合理的要求。我看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否定426社论是很难做到的。希望你们保留这个权利，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用理性的行动来表明这一要求是正确的，正像4月27号的行动博得了社会的称赞一样。他指的是学生427的大游行。当前双方互相理解的愿望很重要。听了严明富说的这番话，学生代表沉默了一会儿，可是我看他们显然是并没听懂，或者就是听懂了，他们也不想让步。或者这么说吧，他们想让步也没有用，他们说服不了绝大多数学生。少将说，我们双方都采取了容忍克制的态度，但学生提出的要求，严部长这样表态，同学们可能是不满意的。严明富很和气地问他，但你认为是不是实事求是的呢？沃尔开西插话说，我总觉得政府有小孩子的逆反心理。我笑一笑，对沃尔开西说，对不起，我觉得你应当区分一下政府这个大范围里的不同的人。你说有逆反心理的是严明富、赵紫阳、李鹏，还是别的什么人？严明富说，我认为对话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沟通信息的渠道。彻底否定426社论，1、2次对话解决不了。我看对话基本没有进展，学生们似乎对于严明富讲话中的深意基本木然无所觉察。我只好拿过麦克风，想说上几句。王超华见我想说话，大声制止别人，大家静一静，听听周老师的。我说，我想向同学们提供几点参考意见。第一，
同学们是不是要学会听懂外交辞令背后的真实含义？我想这种场合对于你们应当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同学们应该利用这些机会尽快的成熟起来。第二，我想不必太担心秋后算账，此一时彼一时，世界变化很快，很可能那些想算账的人不过是一厢情愿。安全保障不在于一纸协议或几句承诺，而在于你们自己的实际力量。怎样做才能有力量？讲策略，有水平，赢得社会各界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才有力量。第三，事实上你们已经成为政府的谈判对手了，这个客观事实谁也没法否认。现在双方在打牌，手里的牌怎么打，打得高明不高明，就要看头脑是不是清楚。我想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搞清楚自己的操作对象。双方都是受约束的，都需要手里有牌去说服自己，而不是对方背后的一批人。这些人可能并不希望平息事态，我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刘晓波显然明白我这番话的内涵，他说：“我认为严明副部长很有诚意。”严明副马上笑着打断说：“你不要再挑开了。”刘晓波说：“我认为应当为持积极态度的中央领导人创造条件。”李肃说得更透，中央政治局没有认可赵的讲话，不是集体决议。严明副笑着说：“你好像是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了。”王金涛一直沉默着，眼看时间已近午夜，他终于说话了。他说：“严部长，坦率地说，您感动了上帝。周舵和我是老朋友，我很了解，本来他们并不热心帮这个忙的。几位老师是被你们感动了。今天学生显得比政府成熟，学生的要求已经降到最低了，降到几乎没有要求了。”王金涛这话说的不对，仅仅讨论这些技术性的东西，能度过5月15号吗？5月15号就是戈尔巴乔夫来访的那一天。今天这么多的政治信息，政府应当从中充分汲取教训，做出部署。中央至今做出过什么样的战略部署？党必须调整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现代化靠什么？靠知识分子，靠企业家、公务员。要反思我们的现代化模式。今天度过这一关不一定是好事。严明副反对他的话说：“这是不对的，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王金涛接着说：“严部长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学生，但学生们再让步，就不可能代表学生了。”听了这些话，严明副似乎很动感情，但也有些疲倦和失望。他重复了一下他的结论：同学们回去只讲今天是严明副的意见，当然不一定要同意我的意见，希望同学们表现出最大的理性，对于定性提供更多的依据。他指的是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实际上是把学生运动定性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了。第二点，事态的发展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严明副保证如实向中央汇报，我豁出来了，官也不当了，也就能起这么点作用。第三点，我将尽力促成有关人员和学生们选出的代表团的对话。第四，我完全同意刚才几位老师的分析，深层的问题不是几次对话能解决的。关于秋后算账，我会促成不做秋后算账。我是当翻译的，今天还是翻译。我一定以最强硬的语气把同学们的神貌如实传达。沃尔开西马上提议，时间紧迫，会是否可以结束了？王楠补了一句：“我们爵士团是留有余地的，我们没有特意选在5月15号之前。”严明副叮嘱他说：“希望这不是你个人的意见。”王丹回答：“
我代表同学们的意见。叶明富最后又强调说，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推翻社论的结论，对此不要有任何误解。散会的时候已经过了5月12点，陶思亮说，统战部准备了一些简单的夜宵，请大家随便吃一点。我心里沮丧万分，早知道是这么个结果，实在大可以不谈，但我还是不甘心。毕竟这4、5个小时还是对学生们起了一些作用，他们的态度已经不是那么僵硬了。我看王丹他们要走，然后就在这会议室的门厅里头，我把王丹和其他的几个关键人物找到一边，开始做最后的一轮劝说。大意是，依我看，你们对一个关键的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就是角色转换。原来你们游行也好，贴大字报也好，喊口号也好，都是作为单纯的意见表达，你们是在表达青年学生的政治意向。现在不一样了，你们现在提出了明确的条件，以某种实力为后盾，要求政府接受这些条件。这样你们就不再是表达意见，而是成为现实政治力量的代表了。你们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政治，成为政府的谈判对手。你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转换，自觉地尽快提高政治策略水平。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事实上你们已经在玩政治了。没有比当外行政治家更可怕的了。你们既然玩上了政治，就得尽全力把它玩到家，不能采取轻率的玩票态度。你们如果能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前撤出来，你们干的就太漂亮。首先，这给党内的改革派帮了一个大大的忙，使政治力量对比向温和路线大为倾斜。其次，你们能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许，用你们的政治策略水平赢得大家的尊敬。否则无节制地闹下去，你们会逐步丧失社会同情。第三，你们撤出来，如果政府不同意你们的要求，你们随时还可以再进去吗？进退自如，可放可收，这种统一行动的能力才是你们最主要的力量源泉。你们今晚就回去动员同学，明天就撤出来吧，哪怕只撤出几天也好。王丹他们几个人总算被我说服了，当场表态说下决心动员撤出。我听了很高兴，心想这小子倒是孺子可教。我当下就问他有多大把握，他想想说大概有7、8成把握。我把他们送走以后，马上让陶思亮转告了叶明富。叶明富当时已经去开政治局的会议去了。然后我又去和刘延东聊了几句，他是我的清华附中的校友，当然不是同届，他比我大很多。然后统战部派车送我们回家，走到半路，刘晓波又变了主意，说不行，要回广场，问我去不去。我说算了吧，我都快要累死了。到家的时候已经2点多钟了，我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起床。这一觉很可能就此把一个大好机会错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站在人生的交叉路口，不知道选择哪条路走才好的感觉。这时候你就像那只出名的布吕当的驴子那样，拿不定主意。这头驴子迷信充足理由律，或者说迷信历史必然性。他站在2堆一模一样而且离他一样远的草堆中间，拿不定主意到底吃哪一堆才真正合乎历史必然性，就这么活活饿死了。这头驴子真是天下最认真的一位教条主义者。我这是在讽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规律论。历史或者创造历史的人们，总难免要面对上面那个
步履当的驴子似的选择难题。这时候历史到底选了哪条路，根本上可能就是因为某位大人物的某根神经忽然间莫名其妙的短路了，或者接通了，或者不过就是因为这根神经忽然间发了一下痒罢了。甚至不大不小的人物，甚至是小小的人物，只要机缘凑巧，也足够起这种左右历史发展的作用，至少是左右一小段路。比方说5月13号晚上和5月14号白天那个关键时刻，如果劝说撤退的合力再大一些，事情的结局完全有可能大不相同。刘晓波后来一再埋怨我说，你们那天晚上，他指的是13号晚上，为什么不去广场劝学生？要是许多像你我这样的人全体出动，齐心合力去广场劝学生，撤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他说那天他一直在做劝说工作，每一批听他讲道理的学生都被他说服了，总共大概有7、8批。刘晓波的这个判断也许对，也许不对，可你总归是没法断定说绝对不可能。我相信类似这种机会后来还有，也许还不止1次2次。我不相信什么绝对的必然性。5月14号睡醒之后，我想打听打听王丹到底是不是履行了他对我的诺言，从广场撤出来了。我给统战部打电话，可是根本就没有人接。晚饭后，我忽然心血来潮，想去看看我的导师余光远先生。我猜想这位129闹事儿学生的大头目对时局肯定会有点想法。再说我也好久没有去看老头子了。最后一次见他还是在1988年的10月份，他让我跟他一起去杭州开一个研讨会，从那以后就再没看见他。说起来惭愧，我根本就没好好给他当过学生。我那时候正迷上科学哲学，听见别人说起辩证法3个字就头疼。资本论倒是硬着头皮啃完了，可至今想起还心有余悸。希望此生此世再也不会读这一类黑格尔风格的作品。凡是有机会我都要痛骂黑格尔，一派胡言，纯属垃圾。为这个，邓丽群控制下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一度几乎要把我除名，幸亏是于先生爱才心切，百般的袒护我，才总算勉勉强强混到了毕业。这天我先给于办，就是余光远办公室的师弟刘士令打了个电话，约他一起去。那天晚上在导师家，我大谈了一番中国党应该有叶利钦式的人物，敢于站出来公开和保守势力对抗等等。于先生一定是觉得我极其幼稚，他是只大谈了一番当年129的经历。后来我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命运和作用这个话题和他争论了起来，老头子和我争得面红耳赤。从于老师家里出来已经10点多钟了，我和刘士令到了天安门广场，就开始往里边挤。我拿出名片让那些纠察队员传进去，让他们去找王丹说话。等了足有18个钟头才让我进去，刘士令就被他们拦在外边了。好不容易找到王丹，我就质问他为什么不守诺言，为什么没撤。他说同学们都不同意撤。他还告诉我说下午来了10几个知识界的名流，严家琪、包遵信、戴晴、苏小康等等，一共实际上是12个人，劝了半天也没能劝动，他表示无可奈何。我听他说完，蹲在学生堆里蹲了好一阵，心里把这帮不灵也不秀的学生领袖臭骂了80遍，泱泱而返。在戈尔巴乔夫抵达的前一天，
5月14日下午，政府与学生选出的对话团正式开始对话。官方的首席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严明富是众所周知的改革派。发起绝食的部分学生也参加了对话，其中有乌尔开西。我们使政府拉到我们的谈判桌下面坐下来了。我认为呢，这整个学生运动之中呢，这是绝食这个策略所引起的最大胜利。我们要求实况直播，政府是录像转播。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是我们让步的，我们也知道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争取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可是，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却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对话的广播。绝食学生怀疑自己被人出卖，成批的冲到对话地点，将会谈打断了。对话给破坏了，完全的被学生破坏了。我觉得从5月14号开始呢，这场学生运动就开始走向了一个重大的挫折，而这个挫折开始使整个学生运动呢，在那以后的多次机会之中，一次犯了同样的毛病，而一次丧失机会。